欢迎来到没事来哈拉节目现场，我是吴若权。今天请到杜李威中医诊所的杜李威医师哦，主要是因为冬天之后，可能又是跟疫情有一些关联哦。有些朋友们哇咳嗽咳很久都没有好哦。其实我们台湾话有一句俗语啊，说起厝是惊俩老，医生惊地少，还有是中婆惊绊倒的。我们先请杜医师跟听众朋友打招呼，杜医师。你好，若权大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从电视广告学的啦，好像因为那个中破塞嘛，他准备午餐的话，因为时间很赶嘛，所以要准备东西又很多，所以中破塞给他扳倒了哈。这句我真的第一次听到，真的吗？你看这个广告还是有文化教育的意义啊。是。好，那起厝惊俩老，就是有时候漏水很难抓到真正的漏水的地点以及处理的方式。那至于医生惊地少，从中医的观点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其实我大概很小的时候就听过这句俗语，但是我心里面一直都很奇怪，因为他讲说疑心给他抵少，他这个疑心其实是不单是中医，也包含西医。那我心里其实我小时候心里就有一个疑惑，我就觉得说，那如果说你连什么很严重的疾病都有办法治疗，可是为什么这个看似简单，然后就是一个咳嗽，那而且咳嗽这个东西就很有趣，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有感冒的经验，都有咳嗽的经验，那为什么会留下这句俗语说疑心加底少？然后还有那它伴随另外一句说那个起厝加俩老。好，那这个我也觉得小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说其实如果你连房子都有办法盖，可是为什么就是讲到说抓漏这个？好，那我后来其实我觉得今天来就是最主要就是比较应景啦。现在这个秋冬的时候，大家感冒咳嗽的多，那我们就有一个印象，就是觉得说，奇怪，为什么一个感冒好了之后，你包含自己的经验，包含别人的经验，他有时候他咳嗽一咳就让2-3个月咳不好，然后有时候就是好像快要好了，稍微有点好，又反复的一直感冒，可是有时候你又觉得好像不会那么容易的生病。就是大家都在流行的时候，你就是自己的经验，就是你觉得自己本来是很容易一天到晚感冒的人，可是你一定有一个经验，就是说为什么这一次大家都在流行，全家都中了，我就没有中？好，那有时候我们就发觉说，这里面他抓不到一个规律性，个别的差异很大。对，那个别差异回应一下就我反而因为杜李威医师是我很信任跟尊重的中医师，但我个人经验是主要是西医啦，就是很多人看这个感冒嘛，因为尤其是健保嘛，可能就拿一个轮回大概3天的药在一个回合这样那顶多再没好就再拿一回合嘛。目前大概的状况下，那他就是流鼻水这些症状都结束了嘛，可是就咳很久，对不对？好，就是我们看，所以我反而我的例子是相反，就是很多人都会在这个时候会觉得说，我应该去看中医因为就是好像是西医的几个回合的感冒药之后，没有把咳嗽这里做一个根治。那好像你看很好玩就发烧流鼻水这些东西，好像在目前我们西医里面好像是快速就会控制下来咳嗽好像真的是拖比较久一点。那第二个就是其实因为新冠肺炎大家就所谓的长新冠就是咳嗽好像也是一个蛮常见的副作用这个除了是经常的长，也是个长期的长就有些人真的咳没好听众朋友，我不是在做宣传广告打包票，这是实际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其实我们电台里面有个同事就得过新冠肺炎之后也是咳了很久看了很多医师都没有好。那上次嘛，就去年的时候杜医师就很热心就是真的是免费服务就开了一个处方，结果同事真的吃了几贴药之后他就好了，然后他非常的感谢你那刚才讲到为什么跟俩老有关联我会觉得因为我认识一个很会俩老的杜医师以后如果万一亲友碰到问题可以问我就是我有一个真的是很资深的师傅他真的很厉害那我后来发现就回应您刚才的问题是其实有经验的人
它真的会比较找得出漏水的原因跟就是处理掉这个漏水的关键了啊。所以我想也可以回应到就是杜医师，因为其实中西医对于处理这些症状的整个逻辑架构观点是不太一样的。刚刚路人大哥提的那一段，其实他讲到几个，就是路人大哥刚刚您讲到几个蛮有趣的点，因为您刚刚提到说您认识一位很会俩劳的师傅，这个很妙。其实您会发觉说社会大众大家都有印象，有时候开车啦坐车啊经过路上，有时候你就看到那个路边的一些看板一些广告都写抓漏，好，但是呢我心里面当然我不知道说他这个广告实际效应，因为我没有在这个产业啦。可是如果就我自己主观，我心里面我的想法，第一个直觉就觉得说，如果家里真的漏水的时候，其实这种广告我们不敢打。为什么？因为我们就会很怕说万一来的师傅他给我乱报价，他把我乱当肥羊仔的话怎么办？对，所以通常我们遇到这种事情，我们都会觉得说，我要去问朋友，要有人推荐。是，好，那。其实这个很妙，就是说，就是我们就讲说漏水，我们讲防止漏水这件事情，一个是经验没有错，就刚刚路人大哥有提到一个就是经验，对，除了经验以外，另外一个就是事情有大有小，好，就是说，如果说今天师傅来，他的经验，他看到了，就是说，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最简单的想法，我们就会觉得说这边漏水，我是不是就把它给涂上防水漆就把它封起来就好？当然你都知道是不可以这样的，因为你看到这边长壁癌了，你把它就直接用防水材料把它表面涂抹过去，但是它从哪里漏，如果问题没有解决的话，它可能你这边涂了，它就又从别的地方开始渗，治标不治本嘛。对，那就是说，那今天问题就出在说，这个很有经验的师傅，他一来的时候，那他可能就是说他心里看到问题了，可是接下来怎么办？第一个就是说，如果说这个问题是很大的，那他就跟业主讲说我告诉你，你这个情形根本的问题，整个屋顶它这整个防水层什么的，那你整个屋顶要重新修缮，那他可能就是直接讲说，那业主就会问说那这个弄起来，他说整个屋顶这样弄下来30万，那如果说今天这个师傅你是没有人介绍的，你一听到30万，你的想法就觉得说真的还假的？怎么那么怎么那么贵？然后你可能就说好，我再问几个人看看。但是对师傅而言，他就觉得说，我今天来这里，那就是白跑一趟啦。对。那再来的话就是说，所以说你会常常遇到的问题就是说，第一个是你不见得抓得到原因。好，因为有时候抓得到原因是。它原因不止单一个，所以你要知道就是用抓漏来比喻这个治咳嗽，有它相对应的因果异曲同工之妙，这样但其实不太一样，大家放心啊，就是现在医师就比较不会说真的跟你乱讲乱收费，因为毕竟台湾是有法治的地方。但老实说，抓漏就比较不一定因为那个领域的那个专业的复杂度是真的要足够的信任才行啊。不过这是岔题了，我们回到现场再请杜医师举一个实际的例子，让我们可以参考。I like 103, I like radio。你所收听的是没事来哈啦，我是吴若权哇，过了冬天农历春节其实感冒民众比较多，有些人有这些咳嗽的副作用一直都没有好。今天请到杜李威中医诊所的杜李威医师来跟我们聊一聊从中医的观点来看感冒我们稍后也会再聊到有关于中医其他的一些症状的解决之道。我们先请杜医师来举实际的例子好不好？那个其实这个就是我在昨天晚上我就开始在想说那如果我们今天要来谈咳嗽的话，那有没有什么例子可以来举例的那我想到说，其实我想起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已经蛮久了差不多大概已经15年左右，那大概就是我出道2-3年左右的一个经历啦。好，我记得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有一天下午，差不多那个季节差不多就是春天，大概3月天左右。好，那来了一个病患。
他的年纪大概是60岁左右。好，那他其实就是就是第一次来看诊。之前也都没有接触过的一个初诊病患。好，那个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他的主诉他就说，他差不多在1月份，大概就2个多月前感冒。然后感冒之后他就这样咳嗽咳不停。到处去看医生。中医西医都看。已经看了这样2个月了，都不会好。那其实我们一听到这个的话，其实我们心里面就会凉了半截。为什么？因为其实你就可以想象说，其实在我们的经验里面啊，我们印象之中咳嗽咳很久，但是我们没有听过有谁说咳嗽不会好。那我们自己个人经验也是一样，就是说我上次一个重感冒那个很恐怖啊，让我咳了2个月3个月什么的，但是总是有一天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好了。好，所以但是我们心里就在想说，那到底什么时候会好？为什么这个东西对这个这么难处理？是。那再来的话，你就会去想到说，那过去这2个月，不管中医或西医，为什么他们开的药都没有效？好，那如果说今天来讲，你前2手的医师，不管中医或西医，他开他的药是没有效的。那你再继续这样子开，会有效吗？对，有时候是时间的问题。但是大部分就是你就会觉得说，他是不是有什么病根？你就没有抓出来。好，那接下来我就想说，好吧，那这样子好了，我至少要理解一下，就是说从一开始到现在这2个月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好，那他就讲到说那个大概就1月份的哪一天啊，那一天我就下班回家。然后那时候那天天上有下一点毛雨这样子。那他就我从公车站下车之后，我没有带伞。我就小跑步回家。结果回到家门口，因为我们家就住在那个巷子的公寓。回到家门口发觉说，我没有带钥匙。看一下时间那个我就打电话女儿也说她快到家了。所以呢，我就站在门口等我女儿回来帮我开门。好，那就是这样子，稍微淋雨。那天又很冷，1月天很冷，稍微淋雨。他大概等女儿等了20几分钟，半个小时这样子。那后来呢，我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就是赶快去洗澡，然后就吃饭啊，喝热汤啊什么这样子。那天晚上呢就感冒了。晚上烧到38、9度。那接下来呢，大概就是1个多礼拜这个感冒的流程啦。就是起先就去看了2趟那个耳鼻喉科医师。看了2次，后来大概就是大致都好了，但是呢，接下来就好像变得就是很敏感。好，就是讲话讲一讲，忽然间就这样咳不停。是，然后就是不自主的一咳就咳很久，咳不停。是。好，这个就是那个您的病患，一开始他跟你主诉的故事嘛。好，那他一直咳不停，以你的诊断还需要去了解其他的问题吗？那我们就因为你前面听起来你就觉得说就是一个典型的感冒。是。好，然后我们第一个想到就觉得说它之后变成是一个过敏性的一个咳嗽。过敏性对。那过敏性的咳嗽，当然最典型的西医的做法就觉得说，我是不是让它支气管扩张？好，那痰比较容易排出来。如果说痰很浓，中医西医其实的手法都差不多。因为中医有这些症状治疗啊，就是说我今天让它支气管扩张一点，痰比较容易出来。或者是说他的声音就是已经咳到干了。好，会沙哑。那我今天就用一个比较滋润的方法。让他可以就是说喉咙比较滋润。你说类似什么龙角散或喉糖这一类的东西。就类似这样的东西。让他比较舒服一点。好，就是说那再来他咳那么久，他一定会有发炎的情形。那我们是不是适度的去把它消炎症状疗法？那很抱歉，刚刚所说的这些招式，就是过去2个月以来所有的不管中医西医帮他做的事情，都在做的事。杜医师，你刚才讲过敏性的咳嗽，是什么意思啊？它是因为环境吗？过敏性咳嗽，不好意思，我被若权大哥抓到了。这句不是医学名词，这句是医生讲给病患听，让病患容易懂的名词。所以过敏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它因为环境或温度的
引起他一直咳？什么叫过敏？这句话其实是医生在糊弄病患的话，就是找不出原因的。你可能你今天就是喝个水，你也会想要咳，那我们就讲啊，这个就是过敏。你别介意，我天生那个这方面的听觉有一种，我是有一种过敏。对，我只要听到有点好像我不太理解，我就会问一下。这资深主持人才会做的动作。所以你知道吗？就是他这2个月来已经看过很多医师嘛。其实我那天跟杜医师在聊天啊，杜医师说他现在的诊所很好玩，就是老是那种别的地方治不好呢，就会跑来找他。那我们现在就借由这个个案让大家知道，我们可以就是缩减那个就是不断在就是 wondering 那个时间哈，就是尽量能够尽快的找到原因。所以您后来有问他什么吗？哦，那你当然就想到说，我们刚刚讲那些招式大家都用过的都没有效的话，那如果今天我只是就是一样症状疗法开一开啊，镇住他的咳嗽，化他的痰，稍微消炎，支气管扩张，然后抗组就是类似中药也有就是很类似，不是西药的，就是说啊，今天就是稍微让他，也许是鼻涕倒流啊，也许是胃食道逆流，你就是在这典型方法去处理，其实你大概你心里有数，你就知道说。大概不太会有效，那接下来你就要开始问了，从头问到脚，好，那你真的问下来的话，就是说所有的事情其实你不问你不会知道。这个个案的其他问题是什么？这个案其他问题，你问到最后之后，那就那个个案它就是我们真的就是连肠胃连大小便都问了，然后一路问到小便的时候，对，那病患说啊，对。杜医师，我最近也在看泌尿科啊，这个跟咳嗽有关系吗？那我们就要想说，你看泌尿科，我们第一个以你的年纪，我们判断，那你第一个直觉，心里的直觉就是觉得说，啊，攝護腺肥大吗？那或者说这个问题是对依年纪来判断嘛？但是当然，你不会去打断病患，就觉得说，那是怎么一回事？你想要听病患说哦，但我要打断你一下，我们进一下广告，再回来看看这个久咳不愈的病人，他究竟身体是出现了什么其他的状况？欢迎继续回到美式来哈拉节目现场啊，进入了冬天转春天啊，过年啊，其实很多人都有感冒久咳不愈的状况啊。今天请到杜李威中医诊所的杜李威医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咳嗽这样的事件啊。我刚才有讲到说，之前因为我们电台有个同事得过新冠肺炎之后一直咳不好啊，杜医师开了一个处方之后吃一次就好了。可见有些咳嗽很快会抓到它真正的原因跟处理的方法。像刚才这个个案60岁的男性啊，他本来以为是淋雨啊感冒引起的咳嗽那2个月看了很多医师都没好，杜医师问他很多的问题，从头到脚问过一遍之后，他说都要看泌尿科这跟咳嗽有关吗？那我就问说泌尿科那是怎么一回事？他就说就是病患自己讲的以前没有好，那因为如果是攝護腺可能就是已经很久了嘛。他说以前没有，我现在发现我这次感冒之后，我现在只要一咳嗽就会漏尿，那你当然你心里就判断说对啊，因为他咳得很用力，负压的关系，所以咳到膀胱无力，这个好像也合理。可是他讲了，他说会漏尿，然后很频尿，常常觉得尿会很急。那可是后来就接着下一句他就说，可是我真的跑到厕所去，又站很久才尿得出来，这不就是攝護腺肥大吗？对，你是这样想，但是他说尿也不会尿得很顺，而且他会觉得说尿不干净。所以你知道吗？这个医生都会被病人引导就因为我听你在埋伏笔铺陈这么久，看起来应该不是攝護腺的问题吧？因为他后来他说攝護腺检查大小是正常的，然后第二就是说没有攝護腺肿的问题，然后甚至于做了那个尿路动力学检查，甚至于还住院检查，但是也查不出原因。但是为什么？因为他的情形不是说尿不出来或是尿不顺，而是他还有尿滞留，就是说尿不干净，跟他真的就是说离开厕所走了几步路之后又开始漏。所以他变成说好像尿不出来又关不住的，好像你觉得是那个开关失调的感觉。可是一般都会怀疑是尿路啊攝護腺这可是你刚才讲说他已经又侧头做很多检查，住院检查都查不出来。好，那结果呢？结果那当然他就说那个泌尿科医师现在也是觉得说也是用尽各种办法改了好几次的药，
对，那我现在我们就合理怀疑说，他这个咳嗽跟他这个泌尿系统的问题是不是两个有关联？好，那有时候啦，中医的那个传统，因为民众也有一个观念，就觉得说，好像中医看人会看一个整体，系统性，对系统性。那我们就这样想啦，我们就在想说。其实你大概我不晓得女生，因为我们男生啦，我们会觉得说我们要尿尿的时候，好像你觉得就是要憋一口气那种感觉，让它尿干净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讲说，那如果说今天来讲这个很敏感哈，吸一口气就忍不住想要咳嗽，气也憋不住，好，然后好像。那个气好像也没办法很顺利的引导到膀胱的控制，好像尿尿就会出问题嘛。好，那如果你用一个物理学的，比如说举一个可能听众可能也许可以理解，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茶壶的那个盖子上面就有一个小小的洞，好，那我们就觉得说，因为你空气会有大气压力，空气进去茶壶里面，你保持这个杯那个茶壶的那个盖子上面那个洞的通畅，它这样子倒水出来，出水就会很顺。如果说你把茶壶上面那个气孔你把它堵住，它水就会底下倒就会不太流利。好，那其实人体的身体，如果你要整体去考量啦，它这个其实说它跟这种就是连通管这个原理，它其实也很像。所以那我们气压，对，就是气压，所以我们就要想一个问题，就是气压跟身体什么有关？跟肺或呼吸有关吗？有关。那这样子讲哈，就是说，就是我们刚刚举例说，人就像茶壶一样，你上面这一口气吸的顺畅，下面你才有办法，就是这个膀胱就是排尿才会顺。好，那个古书上面他讲通调水到下输膀胱，这个是一个比较文言的一个名词啦。好，那我都要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有些听众朋友们家里有年纪大的人，我们常听到说，年纪大的人，上年纪的人呢，他常常都会同时有两个症状，就是咳嗽跟便秘。对，就是说有些人就觉得他就是咳，但是他好像他那个咳就是你觉得是。就是这种声音，你好会学啊，很虚的，他那个气很虚的感觉。好，那再来的话就是说，他为什么排便不利？就是说他肠胃蠕动也慢，然后他觉得说我要憋气去排大便，好像也不是那么顺。对啊，好，那这个很妙，他一憋气还中风啊！对，上年纪的人很妙。对啊，他的那个咳嗽跟他的大便。我们传统医学有句叫做肺与大肠相表里，它两个还真的是通的。那有时候是这样子，你给他软便通便药，好，它底下通了之后，它那个肺的压力就没有那么大，不会那么敏感，不会说吸一口气就干咳。那有时候你把它咳嗽给镇住了，它大便也就顺了。对，它好像真的就是连带关系啦。所以你给这一位个案的处方，主要是从肺或者他的气着手嘛？对，就是我们就是上下都要通。那就是说，其实应该这样讲说，所有啦，你中医系的学生，差不多大一的时候就听过一句话，就是说五脏皆咳，非独肺，就是说五脏六腑的疾病。讲到讲，就是说都会让人现在是真咳了，刚才那个是模仿老人家咳，模仿还真的，基本是可以宰掉，吞口水呛到哈，就是说。我那样讲，就是说五脏六腑的问题都会引起人的咳嗽反射。好，那咳嗽那个传统医学他还会讲一句话，他就是说，肺为除痰之器，就是说。脾为生痰之源，他认为说肺呢只是把痰储存在那边的容器，为什么会痰很多？他的问题出在脾胃。好，就像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说你会观察到那种有些久病卧床的那个家里，如果有些长辈久病卧床的，那尤其像那种瘫痪的、中风的，你每天要帮他抽痰，你就觉得奇怪，室内空气清新剂都开着，也没有出去室外，空气也不会很脏，可是为什么他痰那么多？因为呢，他身体如果不动的话，他身上这些代谢的废物，半固态、半液态的这些废物呢，就很难循环，很难代谢掉，就会很容易生痰。所以有时候就是说，你光是一个咳嗽症状，你就是要全身考量。这个个案他的真正的关键的问题是肺还是其他是肺？那个我们给他下一个诊断叫膀胱咳，因为膀胱问题而。这你自己发明的还是？古书上有这个膀胱咳，
可是他好像吃了你的药，听说3-5天之后就痊愈了。我那时候是开5天药，那5天好精准哦！我说3-5天你就一定要更正为5天，我记得是开5天，然后就好了吗？5天之后是完全就是他的排尿问题跟他咳嗽就完全好了。好，真的很厉害。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I like 103, I like radio。欢迎继续回到美式来哈拉节目现场。到了冬天啊，在转春天或以前啊，就秋天到冬天的时候，其实很多民众因为感冒引起的咳嗽久咳不愈了。那么今天透过杜李威中医诊所的杜李威医师啊，其实我们表面上好像讲的是咳嗽，可是真正要跟听众朋友来聊的哦，就是中医啊，对于一个人的很多症状哈，它是从一个系统的架构来看哈，比较不是只是单纯哈。当然这个症状的缓解是很重要了，因为症状缓解，病人才会觉得这个治疗无效嘛。好，你会看到说症状没缓解，又觉得这治疗无效这样。好，那刚才讲这个例子，我们简单摘要啊，就是算是中高年龄了，60岁男性感冒之后啊引起的这样的久咳不愈。那后来您发现其实是主要应该要从肺这个部分，肺跟膀胱同时处理，就是一个他就讲说通调水到下输膀胱。好，对。那节目时间有限，我就快问快答哦。我刚才有提到去年啊，您来的时候，我们因为有个同事新冠之后就咳很久嘛，那当然每个人以您的哲学啦，就每个人个案都不一样，不能够应用到所有的听众上面啊。但我是简单的问一下，因为那个同事很感谢你，因为吃了你那药他也就好了，他也是咳了很久。可是像那一个个案，我当然时间隔那么久，你可能忘记他的。我刚刚想其实有回想起来。那你觉得他的问题在哪？为什么很多人新冠之后就咳很久呢？其实之前那个若权大哥那位同事，那我也是从头问到脚的时候，对问到一个关键，我问他说。你每天到了傍晚以后，你会不会觉得好像身体在发热，人夯夯的？还有就是你睡到傍晚，对，就是你大概就是4点、5点、6点之后，越晚觉得身体越热。我要下次做一集节目，你来问我，快点从早报问到晚，看我到底哪里有问题。好，然后呢？然后那他就说，有这种感觉 ，OK， 那我们就直接诊断，他这个是。他的肺经里面还有伏火，沉浮在底下的火气，好，然后所以会怎样？傍晚的时候，它会越到晚上还会冒出来。是哦，对，那为什么中午不冒呢？白天阳气盛。对，白天阳气盛，晚上阴气盛的时候，它那个阴虚化火的那个情形就慢慢。你的那个阴阳是体内还是环境？体内跟环境之间的关联，所以我们到了晚上，我们的身体的阴气是重的。不，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外面的外在环境，白天是阳气重，晚上是阴气重。那我们体内也要跟着，对，也要跟着，就是白天我们精力旺盛，到晚上呢，我们应该是在一个比较平静的状态，然后进入休息的状态。可是他没有，他的火就是继续燃烧着。对，所以他到晚上，他那个火开始透出来的时候，所以他那个就是我们就是说，他也是一样，就是说，你觉得他是一个很敏感的咳嗽，但是这个敏感呢，你就觉得你要从养阴去着手。那你为什么会想到是这个？你当初怎么会想到？没有，那个是从头问到脚，因为从头问到脚，光是我一定要做一集，你还问我，因为从头问到脚，在中医的观点里面。一个咳嗽至少有40-50种诊断法对，那问题是你不知道是哪一个，对，所以你就只能够一个一个去查。那我跟你讲哦，你刚才讲那个个案跟我同事的个案，真的都一帖药就好了嘛，就吃了几天。那你有没有真的医过那种，就是来过好几次都没好？那这个就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 Key to Galia 我们这样讲好了。如果说你今天你遇到一个就是很资深、经验很丰富的师傅，他找到漏水的原因，然后帮你把那个漏水原因处理掉了，就处理掉之后，过几天你又跟他抱怨说，师傅啊，顶摆你讲5班的5班，10班的10班，你说5万10万，举这个例子我都很爽快付给你。一直举例子，我听众会一直觉得你很贵，不是？你会举个年轻一点的，你顶摆讲3千的3千，5千的5千，你会讲5班对啊，我5000块给你，你帮我漏水弄好了之后，怎么现在还在漏？那很有可能怎样？漏水的原因不止一个。
哦，我还以为你说因为你的房子年久失修，不是，因为我们看到漏水，也找到一个漏水原因。对啦，就你我的逻辑也合理啦，就有些房子真的年久失修，就很多地方都漏水，然后就很多地方啊。好，时间的关系，我要快打。然后就是我们也常在咳嗽，就没有咳好嘛，所以有时候我的长辈啊都会问说：“啊，你有痰吗？痰是用什么颜色？是白痰还是绿痰？什么？这个有差吗？帮我们建立一些正确观念。”这一般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就是含着。好，一般来讲的话，如果你在发炎。西医的讲法啦，会认为说细菌病毒感染在一个比较急性期的时候，因为你体内在跟它对抗，白血球对白血球对抗，所以那个痰会是黄绿浓稠的，对。好，那细菌尸体。如果说今天来讲的话，它是一个非感染源，好，就是说纯粹敏感，它就是你就比较像是说你的组织胺。就是说你身体里面的免疫系统那个肥大细胞，它分泌了这个组织液，所以它的痰比较是水水的、泡泡的，或者是说它流出来的鼻水。刚才是西医嘛，那中医会中医一样的看法。刚刚我们是中西医一起讲，对，所以一般来讲我们会说这种黄痰，这个我们说这个是热咳，好，那这种泡泡水水的这种它是寒咳，那寒咳有一种叫干咳，什么是干？没有痰的叫干咳，那个是阴虚咳哦，阴虚咳你可以去想象啦，如果说你把人比喻成一部车子，这车子开太久了，它的引擎过热，但它水箱干掉了，好，那你这个时候你要做的不是说在引擎上面浇热水，引擎上浇热水比较像是说我今天就是直接给消炎药去消炎，你反而就是要把水箱里面的水补满，它的引擎才会冷却下来。所以还是跟经过不管是看舌头啦、把脉啦，看其他的你的五官眼睛端，这些去判断说咳嗽只是一个表征嘛，就是看到他现在的身体什么地方失衡，对不对？是。所以应该就是其实今天只是就是闲聊说，有时候咳嗽为什么那么难治啦？他就说他的问题就是他都有背后的原因。但是如果说我们每次看问题都是头痛医头脚医脚，就是说这边漏，我就直接防水漆把它补起来，好像我们一直在处理表层问题的话，那你就会搞很久了。是，所以要我觉得病患自己就是也要懂得描述自己的状况，然后医生帮你从头到脚用问题扫描一次的时候，你要能够把这个关键的症状讲出来，让医生能够经验跟他的专业帮助到你好，那么今天非常谢谢杜李威中医诊所的杜李威医师来跟我们聊咳嗽，讲的是咳嗽，其实讲的就是中医从一个系统跟架构的角度来看待每个不同的病症的一些处理的方式那么杜李威医师其实对于这些不孕各方面都很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我们将来有机会再请他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谢谢杜医师。谢谢润大哥，谢谢各位听众朋友。I like